嗨，大家好，歡迎回到 KTA 的頻道。今天開車來田寮月世界健行，順便拍一集影片介紹這個高雄老景點。首先，我們先到月世界旁邊的日月禪寺參拜一下，祈求佛祖保佑今天行程平安。進門右邊有賣土特產的販賣部，左邊像是事務室跟服務台。日月禪寺由圓宗老和尚創建，於民國62年動工，66年完工。規模並不大，但創世的時候這裡還沒開大馬路，各種建材的運輸、工程師傅的交通等都沒有那麼容易。只能說當初圓宗老和尚發心在此創建寺院，遠沒有現在看到的這樣輕易。入口處的牌樓裡面提着"回頭是岸"4個大字，也許當年老和尚也不會知道，月世界會變成一個聚集30多家土雞餐廳的風景區吧。走出四門牌樓，這裡有遊覽車的停車場。前方也還有一些小轎車的車位。月世界雖然也有客運抵達，但遊客主要還是以開車、騎車為主。沿着台28線的月球路，開車的遊客可以由國道3號田寮匝道下國道，循着路標開上月球路，抵達遊客中心停車場。重機騎士則建議從台29線。一路從佛光山、旗山老街、內門等景點騎過來，這條路線假日經常看到許多重機騎士早上出發來到這邊，吃一頓土雞大餐，下午再安排沿線的其他景點玩回去，是一條很受單車跟重機騎士歡迎的路線。遊客中心還很新。1樓前面有超商，後面有小龍市集。高雄市政府也曾經在月世界這邊辦過熱氣球嘉年華。這邊有洗手間。後面還有很多攤位沒有出來擺。這裡有個畫家的攤位。後面這邊做了一條空橋步道。這裡有地景公園的觀光地圖。走上來有一個圓形小廣場，從右邊進去可以到遊客中心2樓。進去參觀一下。台灣日本兵小貴，觀光地圖跟樓下是一樣的。這邊還有設計一張風景照片牆。這邊是田寮區農會的銷售部。裡面有賣一些各地農會的特色加工品，不過我每次來都只會買個台灣日本兵解饞。這個座位區有注明近代外食，只是農會裡面也沒賣太多可以在這邊吃的東西。這是一個月世界的模型。
梯廳這邊可以搭電梯或走樓梯，樓上沒有開放。下樓梯之後是遊客中心櫃檯。好，這裡是遊客中心後方的車道，前面是通往玉湖跟二地步道的入口。我這次想從月池這邊走走看。這裡有一家在園區內的土雞城。月世界這邊會有這麼多土雞城是有原因的。根據學者王東坡先生的研究，最早的土雞餐廳在1976年開設，原本只是提供當地工人用餐的小麵館，應顧客要求把自養的放山雞供餐，沒想到因為放山雞的肉質緊實，味道鮮美，就此一炮而紅。其實這也是一個巧合。由於二地地形缺乏平整的大片耕地，居住於此的農人為了增加收入，會利用不能耕種的二地蓄養各種牲畜，使有限的資源跟土地發揮最大效用。從早期的牛隻到後期的豬、羊、雞，二地農民蓄養牲畜的比例會高於鄰近地區，也間接成為土雞城林立的原因。二地地形屬於鹽鹼地，但正好適合種植蜜棗跟芭樂，所以這一帶的棗子跟芭樂特別香甜，是值得採買的農特產。這邊是弦樂跳井台，有大型的裝置藝術品可以打卡拍照。這條很陡的步道叫登月步道，走上去就是月池了。月池的水是來自於雨水跟鄰近區域的匯流。由於月世界是由泥岩、砂岩、頁岩構成的白堊土地形，水不容易深入地下，會匯集在地表處形成池塘。天氣好沒有風的時候，這裡會有天空之鏡的景觀。如果能再近一點，也能拍出忘憂森林的感覺吧。福壽螺的生命真是頑強。月世界是鹽鹼地，此水應該也是弱鹼性的淡鹽水吧。月池這邊環湖有3個眺望點，如果下雨滿水，會從這裡的水管送水下去，下面的浴池就可以調節水量。
可惜天不夠藍，不然拍起來應該更漂亮。不過如果天氣太好，也會很熱。這裡看出去，二地的景觀就很突出。台灣除了田寮之外，還有台南左鎮的草山、台南農崎的牛埔，以及台東卑南的利吉二地，有這種被稱為月世界的地質景觀。幸好我是下樓梯，不然這樓梯也蠻長的。觀光區遠傳走到這裡，耳機裡傳來的音樂突然終止，不知道是我的遠差線性這樣，還是每一家都收不到訊號。可能這一段電磁波會剛好被地形擋住吧。以前有謠傳月世界有強磁場，但這裡的青灰岩是由泥土構成，不含鐵礦。收不到一個訊號，太扯了吧？裝一些基地台吧？是哦，媽，觀光區基地台都沒有。沒有做一些像南洋風格的涼亭。不過這裡的樹蔭都還是蠻稀疏的，可能土質的緣故讓植物長不大吧。這一區的二地地形就很明顯，光禿禿的寸草不生，只有峰頂還長着一些頑強的植物。這邊每天晚上會有燈光秀，從晚上6點到10點。浴池又有人叫它日池，這個池塘不是天然形成的，而是人工開鑿的水利設施，用來儲放雨季月池流下的水。不過從草生長的狀況看來，應該很長時間沒有大量的水了。一路走下來，感覺這裡雖然遊客不是很多，卻管理的還算不錯。當然，戶外水邊難免有蚊蟲，來這邊還是建議穿長袖長褲，帶把陽傘。如果來高雄玩市區逛膩了，也可以考慮租台機車來這裡走走，找家餐廳點一席3產大餐。然後順遊內門紫竹寺跟旗山老街，回程如果走台29線，還能順遊佛光山、義大世界，或者去離港吃豬腳跟餛飩。
這裡算是高雄旅遊的前3線吧。那麼本集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還請按讚、訂閱、分享。我們下支影片再見。